2022第56届超级碗，洛杉矶的暖阳正铺满苏菲体育场的每一个角落。直播的镜头扫过狂热的人群，转向蔚蓝的天空。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一种从地平线深处涌出的带有原始压迫感的低吼撕碎了云层。一架线条粗犷、外形狰狞的 A10，如同从冷战中苏醒的钢铁巨兽，以紧密的战斗机编队穿过云层。机头那门黑森森的 GAU-8 机炮，宛如沉默的复仇者，在低空巡航中冷冷地审视着远方的天际线。驾驶舱内，飞行员俯瞰着下方沸腾的人潮，他厚重的手套轻轻划过已经全面数字化的新式座舱仪表。这头曾经险些被送入坟场的油猪，如今已换上了赛博时代的神经。这不仅仅是机械的复生，更是美利坚工业灵魂的回归。他凝视着前方深邃的虚空，发出了一声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情呢喃：美利坚的守护神，他回来了。在航空工业的逻辑里，老旧往往意味着淘汰，但 A 式油猪却活成了一个时代的悖论。当第6代战斗机已经在数字模拟中进行超视距博弈，当激光武器和蜂巢无人机开始重新定义蓝天时，美军却在2026年的国防预算中再次砸下数亿重金，为这款冷战老兵强行续命。五角大楼不仅为它更换了全新的整体加强机翼，更将其火控系统进行了推倒重来式的数字化升级。然而，让全世界的军事观察家都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这款诞生于70年代，为了在西德平原上收割苏联装甲洪流而设计的铁疙瘩，在人工智能战争的元年，依然是美国地面部队最不可替代的信仰？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只看那一颗颗倾泻而出的炮弹，我们必须穿透历史的迷雾，先去观察俄罗斯苏25龟族那平庸的模仿痕迹，去对比那背后隐藏的属于美国工业文明的终极神域。俄罗斯的苏25本质上只是为了解决前线火力补丁有无问题的战术尝试，而 A10 是美国举国体制为了彻底摧毁苏式装甲而量身定制的一台插着翅膀的工业收割机。当世界还在谈论隐身与速度时，这头巨兽已经悄然进化。结合最新的 OA-1K 天空突击兵2战术构想，美军正在通过红狼巡航导弹项目赋予这款老兵防区外打击的灵魂。那个曾在大敌之上近身肉搏的狂战士，正在进化成一个能从地平线外降下神罚的赛博领主。在航空界流传着一个极其硬核的段子，别的飞机是先设计飞机再装炮， A10 是先造出了一门能摧毁一切的炮。然后五角大楼说，嘿，给这门炮插上翅膀，让它飞起来。这门炮就是 GAU-8 复仇者，它不是一件单纯的武器，它是美国工业文明在物理层面上的降维打击。30×173毫米口径背后是让所有苏式坦克手站立的物理学咒语。当 GAU-8 以每分钟3900发的速度咆哮时，它产生的后坐力高达45千牛。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股反作用力已经超越了 A10 单台 TF34 发动机的全推力。这意味着，如果飞行员扣住扳机不放，这架40吨重的战机甚至会因为开炮而产生明显的减速。为了让它那毁天灭地的火线能死死钉在机身的中轴线上， A10 的设计师们破坏了它的对称美感。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的前起落架竟然是歪的。因为要避开庞大的后坐力导致的机身偏移， GAU-8 必须要位于飞机的中轴线上。这种为了极致杀戮而强行改写机体结构的战争逻辑，正是它异类身份的最好注脚。这种排山倒海的物理冲击，是俄罗斯苏25那种为了节省成本和空间而设计的 GSH-30-2 机炮永远无法理解的。苏25的机炮载弹量只有区250发，打完5秒就成了哑巴，而 A10 的腹部塞着1174发死亡使者，它能在大地上犁出一条名为末日的鸿沟。然而真正的杀招藏在弹药的微观结构里。美制贫铀穿甲弹拥有一个违背常理的特性，四锐效应。普通钨合金弹头在撞击硬装甲时，会因为受力不均而发生形变，越打越钝，但贫铀弹头在撞击瞬间，边缘会因为剪切失稳而剥落，使得弹头越磨越尖，像烧红的钢针刺破塑料泡沫一样钻进 T90 坦克的天灵盖。不仅如此，由于贫铀具有极强的氧化放热性，在击穿装甲的一瞬间，它会发生剧烈的自燃，将坦克内部的一切瞬间化为高压焚化炉里的灰烬。俄罗斯在努力把炮弹打得响的时候，美国则是在通过这些冰冷的金属告诉世界，毁灭是一门需要极致底蕴的精密工程。这门炮的研发甚至比飞机本身更早。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当美军在越南遭遇了苏制防空火力和装甲目标的双重压力后，空军意识到他们需要一种能够撕碎一切已知装甲的工具。通用动力公司的工程师们没有选择改良现有的机炮，而是直接挑战物理极限。他们设计了一个巨大的供弹系统，为了防止炮弹在剧烈震动和高时速下卡壳，他们创造了独特的无链供弹系统。炮弹通过长达数米的双向输弹带，像蟒蛇一样在机身内部盘绕，并在射击后将弹壳重新送回弹箱，以保持飞机的重心平衡。
相比之下，苏25的 GSH-30-2 只是战术上的妥协。苏联人为了控制飞机的重量和尺寸，将机炮安装在机身侧部，这导致射击时的偏航力矩极大，严重影响了远程打击的精度。更重要的是，苏制30毫米弹药的弹筒容量远逊于美制，这意味着每一发弹药携带的动能都不在一个量级上。这种差距从工厂车间的机床精度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苏25注定只是一个平庸的追随者。在苏联战机的设计逻辑里，生存往往被寄托在机动性和飞行员的胆量上，但在 A 式的设计师眼里，这种逻辑在密集的野战防空火网面前纯粹是概率学上的自杀。为了能让飞行员在漫天炮火中活着回家，美国人造出了著名的钛合金澡盆，这层厚达38毫米、重达540公斤的装甲壳能直接抵御23毫米防空炮弹的直击。这种对生存近乎偏执的追求，在 A 式的每一个细节中都显得如此离经叛道。这种暴力工程学的巅峰体现在 A 式那看似奇葩的外挂式发动机布局上，这种布局实则是顶级航空工程对战场生存深度的博弈结果。首先是视觉与红外的双重遮蔽，巨大的垂尾如同两面天然的盾牌，精准地遮蔽了引擎喷口排出的滚滚热浪，让地面的红外导引头在捕捉目标时瞬间失去焦点。这就是为什么在海湾战争中，尽管 A 式频繁遭遇苏制萨姆导弹的拦截，但生存率却高得惊人。其次是极其硬核的野战逻辑，这种高位引擎设计赋予了它在乱石穿空的简易野战机场从容起降的特权，彻底杜绝了因吸入碎石导致引擎熄火的噩梦。这就是真正的战争之王，它不需要5星级的地勤支持，只需要一条平整的公路和足够的贫油弹。更冷酷的逻辑在于物理层面的绝对冗余，即便其中一台引擎被导弹直接命中炸毁，厚重的机身和悬挂结构也会像一堵防爆墙，将毁灭性的冲击波和飞溅的金属残片彻底阻断，确保另一侧引擎依然能够咆哮着带飞行员脱离死神的凝视。这种暴力可靠性还体现在那套古老到有些原始的机械备份系统上。在当今电子飞控统治的时代，这是一个异类。当液压油漏光，电子设备全部离线的绝境下， A 式飞行员依然可以切换到机械模式，通过最原始的钢缆和滑轮，用自己的肌肉蛮力拉动机翼。在海湾战争中，飞行员金坎贝尔曾驾驶着一架失去全套液压、机翼残破不堪的 A 10降落在基地。当他走出座舱，看到布满弹孔的机身时，他知道这不仅仅是飞行技术的胜利，更是工业逻辑的奇迹。这一神迹的背后，是俄罗斯苏25永远失去的对生命的尊重。苏25的发动机并列布局虽然减少了阻力，但在实战中，只要一台发动机爆炸，产生的碎片几乎必然会摧毁临近的发动机。这种设计思想上的拼接，决定了苏25永远只能是一款消耗品，而 A 10才是守护神。如果你以为 A 10还只是那个靠机炮和铁炸弹混日子的前线屠夫，那你就完全落后于时代了。2026年的 A10C 早已不是一架孤立的飞机，它是美国联合全域指挥控制体系中一个强大的、具有摧毁力的数字化节点。现在的飞行员带着先进的头盔显示器，座舱下挂在的是 Sniper ATP 高级瞄准吊舱。这种降维打击的精髓在于 A 10不再需要冒着导弹雨去肉眼搜索目标，它能在大后方接收来自于 F-35、全球鹰无人机甚至是卫星传输的实时数据。飞行员只需要在数万英尺的高空，像操作电子游戏一样，通过吊舱将激光制导炸弹或小牛导弹送入目标的烟囱里。当今的战场背景是残酷的，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中，全世界都看到了传统低空舔地战术的破产。苏制苏25在密集的便携式防空导弹面前成批坠落，沦为了昂贵的烟花。而美军对此的回答不是取消 A 10，而是彻底改变它的角色。现在的 A 10挂在的是 Sniper ATP 瞄准吊舱，其分辨率足以让飞行员在5公里外分清平民车辆和装甲车，甚至能分清坦克舱盖是否开启。这种能力让他不再需要俯冲开火，而是成为了一个高空中精密的刽子手。更令人战栗的是，美军正赋予 A 10导弹母机的角色。结合披露的 OA1K 战术思想，美军正在测试为 A 10挂载射程超过50公里的低成本红狼巡航导弹。这意味着这头曾经必须贴地飞行的巨兽，现在正进化成一个能在对手防空网边缘进行点穴式狙杀的战役级指挥台。当美军已经在用数字孪生技术和防确爱打击重新定义这些冷战废铁时，俄罗斯的苏25飞行员依然需要依靠肉眼去赌命。他们试图通过加装简易的导航仪来提升精度，但这在美军 Link 16数据链面前就像是用指南针对抗星际导航。这种体系上的断层让任何关于战术勇气的讨论都显得苍白无力。而 A 10正在演变成一种混合形态，它既保留了近战的暴力，又获得了远攻的优雅。数据永远是工业文明最冷酷的注脚。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A10 单机创造了击毁987辆坦克的惊人神话。这一数字背后的秘密不在于速度，而在于慢。在近距离空中支援的领域里，飞得慢才是最顶级的优势。当 F-16 这种超音速战机掠过战场时，飞行员识别目标的窗口时间只有区几秒，而 A10 能像一头狡猾的秃鹫，在低空盘旋、审视、确认，直到抓住那稍纵一逝的一击毙命的机会。这种超长的战场驻留时间是所有模仿者都无法逾越的护城河。在著名的死亡公路战斗中，在那条科威特至伊拉克的沙尘公路上， A10 成队出击，利用夜视吊舱在黑暗中精准点名。那一夜，机炮的轰鸣声成了伊拉克装甲部队的安魂曲，他们甚至看不见敌人，只能听到天空中传来的 BRRT 声，然后随着贫铀弹的剧烈燃烧，一切归于尘土。有人嘲笑 A10 是便携式防空导弹的靶子，过去的确，但 A10 早已在体系化战争中脱胎换骨。在 JADC2 体系的加持下， A10 的每一次出击，前提都是美军已经通过 EA-18G 瘫痪了对方的雷达，通过 F-22 清理了对方的天空。它是美军那套压倒性力量体系中的最后一锤，它不需要去做高风险的突防，它只需要在对手的体系崩溃后降临战场，进行那场名为单方面屠杀的工业收割。俄罗斯的苏25是在用肉身挑战概率，而 A10 是在用一整套美军战争机器作为后盾进行降维打击。2026年的 A10 甚至开始扮演无人机母机的角色，乙甲 A10 可以携带数十枚 ALE-50 诱饵弹或 MALD 微型空射诱饵，这些诱饵可以在空中模拟大型机群的雷达特征，诱骗对方的防空系统开火并暴露位置。随后 A10 再从远距离释放精确制导弹药，这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舔地，而是一场精密编排的空中猎杀。为什么苏25无法像 A10 那样长青？答案在于工业底蕴和供应链的韧性。一架战机能够服役50年，背后需要的是一个庞大的、不断进化的零件供应体系和数字化升级方案。美国波音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一直在为 A10 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保障。当原有的机翼结构出现疲劳时，美军直接下单生产了一批全新的、强度更高的复合材料机翼。这种返老还童的能力需要的是全球顶尖的精密制造和材料科学。相比之下，俄罗斯的苏25在苏联解体后，生产线和供应链破碎在多个加盟共和国之间，零件的缺失、制造工艺的下滑，导致现役的苏25不仅设备老旧，甚至连基本的机体寿命都难以保障。在东欧战场上，我们经常看到苏制战机因为零件质量问题，导致发动机起火或起落架断裂。这种差距本质上是两个工业体系在文明层面上的优胜劣汰。美军甚至在尝试将 AI 自动驾驶技术引入 A10。由于 A10 的气动外形极其稳健，它是进行无人化改造的理想平台。未来我们可能会看到一架由有人机指挥的塞满弹药的无人机 A10 编队，在那门 GU-8 机炮的咆哮声中彻底扫平一切抵抗。这不仅是技术的领先，更是思维的跨代。在遥远的北方，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冰原上，俄罗斯正在努力修补冷战的废铁，试图在残破的钢铁中找回昔日的幻梦。而美国已经在用数字灵魂重塑这架老兵，让他继续在未来的深渊里保持冷酷的凝视。A10 雷电2的经久不衰，绝不是因为它采用了多么科幻的概念，也不是因为它拥有多么迷人的曲线，恰恰相反，它是在这个虚拟、算法和0与1横行的世界里，对物理规则与工业厚度的最后坚守。它用50年的服役史告诉我们，无论战争的形势如何演变，总有一些东西是无法被模拟取代的。那是540公斤重的钛合金防御带给飞行员的心理安全感，那是每秒倾泻70发贫铀弹带来的绝对摧毁力。听那标志性的 BRRT 是关于坚持、关于沉淀、关于工业与科技底蕴的告知单，而这就是文明的声音。好了，关于赛博游猪 A10 的故事，今天就聊到这里。如果你也被这种极致的战争设计所震撼，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觉得 A10 能在无人机时代战斗到2030年吗？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